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范读评。有人提醒了，老范刚吃的农小锅是著名的不健康食品，友情建议大家不要跟风，要认真执行身体力行两会健康建议。这个是啊，农小锅肯定不是健康食品，这个我们可以确认一下。这个里边主要的内容呢，其实是，叫丸滑类啊，就是各种的牛肉丸鸡肉丸然后呢，各种的滑，还有什么午餐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然后实际的肉呢，大概可能有一点点小猪肉丝，然后呢，大量的是各种鸡肉，鸡肉大家知道是比较便宜的嘛。然后丸滑类的话，多加淀粉，多加胶，其实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它这个里边菜其实是很少的啊，就是真正的新鲜蔬菜大概有个五六种吧，大概也就如此啊。然后蘑菇很少，还有一条鱼啊，就是剁碎的鱼块你可以自己往里加。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健康食品。我呢也是看到这个店开了，可能有个半年了啊，就老觉得得去尝试一下，然后就跑去试了一下，然后是跟太太一起去的。这个估计很长时间应该不会再去下一次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好好在家吃饭吧。所以你看，我今天把后边的背景换成了厨房啊，这个所以一定不会经常跑去吃这种，廉价小火锅就真的想去吃火锅，还是要去吃这个比较贵一点的，它会用好一点的材料了。像这种丸滑类的火锅的话，这个就别费劲了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好，咱们开始本期的读评。第一个，字节反腐，重罚贪小便宜的员工，得不偿失。有人说了啊，关于公司反腐，其实本就是个笑话。公司为了市场或者赚钱，各种行贿，各种对监管部门的伎俩，犯法犯规本就是常态。互联网公司对客户的各种无底线的侵占等等，所以公司不要谈什么反腐，公司员工和老板在各自站好的位置就好了啊，千万不要说道德。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这个事儿啊。咱们去看看这些公司，所有能长大的公司啊，你都得反腐啊，否则的话，你的管理层级一高了以后，这个或者管理层级多了以后，你如果不反腐的话，这个公司是没法继续往前走的。我记得在我想想，应该是2016年吧。当时呢，我是在印尼雅加达碰到过一批这个刚从 OFO 单车跑出来的创业者，他们就跟我讲说，OFO 内部乱得一塌糊涂，那腐败的简直没法整了。然后各种的造自行车，各种的这个里头，只要有机会，挣钱的地方，就要上下其手进去挣钱，所以 OFO 快速就被玩死了。包括这个造汽车像什么小鹏，对吧？他也是从长城挖了一个这个真正懂造车的人，才把整个的车的成本降下来。原来那个车的成本就是每一个在里边去有机会沾手的人都要去沾一下，然后小鹏差点没死了，对吧？这个2024年的财报，这个小鹏也算是比较强的一个了啊。这个国内现在卖新能源车，特斯拉，这个比亚迪，然后这个理想、小鹏、小米就这么几家了，对吧？剩下的华为这个咱就不管它了。所以呢，这个反腐还是需要去做的。我记得以前讲的是这样，就是越是小偷公司，越是得规矩严啊，要不然你这个公司立不起来，等于一堆小偷坐在那儿就把这公司做废掉了所以反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于道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从来不建议任何人以道德为要求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以这个能够把整个的公司，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层级，把它组织起来为目的啊，也还是得反腐的。继续啊，这个 Manus 被破解，29个模块曝光。
有人说了，说 DeepSeek 刚挣回点面子，这头 Manus 就给人收拾了。不能这么讲啊，DeepSeek 呢确实是挣点面子，这个事儿呢是要承认的，对吧？这个你如果没挣着面子的话，OpenAI 也不会写信去要求收拾你。至于 Manus 呢，有他创新的地方，他的问题呢并不在于说这个他是不是抄袭了，是不是套壳了，而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获得了他所不应该有的这种声望，对吧？他实际上做了很小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突然得到了巨大量的关注，这个反而是不好的啊，这个有点德不配位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 Manus 遇到的问题并不说他做的事情本身是错的，只是贡献没那么大，他的名声超过了。然后有人说了，说大模型是不是被外人策反了？这个是 Manus 嘛，就是大家去这个叫什么来着？去对模型说了一些话，然后就把这个底层的东西给掏出来了。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很多做大模型产品的团队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大模型这个本身它并没有那么听话，每一次给出的结论呢又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做各种安全防护措施，但是就相当于是你做了一个很严密的这个机构，然后定了一堆规章制度，但是呢，你里头真正干活的人是个小孩儿，对吧？他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小孩儿呢就很容易被骗，骗了以后呢，就这个你前头设计的各种安全措施都会有问题这个是所有这种大模型工具都会有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你让这个小孩给你拿出来的东西吧，其实他也不一定跟你说实话这个所以，对于两边就是攻击者和防护者来说都是比较难的。还有人说方向是对的，就是吃相太难看。还是刚才这句话就是方向没问题他们也确实做了创新，但是呢，是产品体验和这个产品设计方面的创新，倒也不至于吃相难看了吧，只是这波泼天的富贵，他们有点接不住而已。还有人说了说 Manus 出来第一天我就看明白了它的结构，猜都猜得到这种为什么要出来念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评论。我记得在云计算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一位应该是清华的老教授去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清华的老教授就说这算什么呀？这哪有创新对吧？这不就是这个虚拟机和这个后台的这种处理嘛，就是一个虚拟操作系统，对吧？这一点创新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都玩过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不能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看明白了，你做出来了嘛，对吧？这个里面可能基本原理我们是能明白的，但是你真要把它实现出来，真要把它配合好，把它搭建起来，这个里头还是有学问的，对吧？很多的程序员看不起产品经理，看不起设计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产品经理跟设计师能够给产品带来多么大的变化。我记得原来我在猎豹的时候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就是程序员都是比较骄傲嘛，这个产品经理说的很多话他不理他，对吧？但是猎豹的 CEO 傅盛是个产品经理，对吧？他不是个程序员，所以呢，他就要证明一下这个程序员是错的，要打掉程序员的这种傲气。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程序员你们来设计程序然后把这个产品上线，上线了以后程序员你就别动了剩下就是这个设计师跟产品经理的事儿了。干嘛呢？就是改这个图标的大小改颜色呀，改位置然后改这个上面说这句话呀，到底这个按钮上写什么字就改这些玩意儿。然后在改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用户的转化率大概上升了巨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就问这个程序员说：“你们这些程序员很厉害很骄傲，那你来告诉我说，今天我把这些产品经理和这些设计师都弄走，然后你来去搞定这件事儿，对吧？你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转化率上升？”这个程序员就不说话了所以后来在猎豹移动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
这个由这个产品经理说了算啊，这个程序员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啊，这是一块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其中商业上的价值，对吧？就跟云计算一样，云计算你说它创新吗？它有商业价值，但是技术上呢，真的就是把一大堆什么虚拟机啊，什么这些玩意儿拿过来又倒腾了倒腾，就给大家用上了，对吧？从最一开始，它的技术上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创新了。当然后来就是，你大量的这个虚拟机跑在一起，然后让它稳定的跑下去，让它有足够高的性能的话，还是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的，啊，那是后话，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或者新的这种产品形态产生的时候，都不要上来说这句话啊！我看明白它的结构了，猜都猜得到啊！这个话千万不要去说啊！好，我看看啊，我好奇去看了农小锅的官网，基本不介绍特色吃什么，都是各种招商加盟信息，这种公司有点恐怖啊！是的，这个但反正消费降级嘛，你怎么办呢？对吧？我还是用 Windsurf 更顺心，没有上下文限制，一个月70，还是挺值的，是吗？哎，我最近在用 Cursor，也确实觉得挺好的，回头准备把 Cursor 把 Windsurf 也拿来试试，等我把这30天的 Cursor 用完了的。老范，你做出来的什么逻辑有点不通，有点不什么。我说农小锅不行啊，那么你就说你开出那么多店了，这是啥逻辑啊？农小锅，农小锅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技术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些这个底层的这些逻辑也好吧，跟它到底能开出多少店呢有关系，但是关系呢，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啊。你现在消费降级，大家需要一个吃的热热闹闹，然后吃的这个价格不贵啊，需要这样的环境，那它就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吗？其实咱们在技术圈子里头也遇到好多这种事儿啊，在技术圈子里头有一个最著名的案例就是 JavaScript 这种语言在发明的时候，就一帮人在那骂，说你这个东西妈的巨难使，也不叫难使吧，就是它从这个程序设计啊，从各种逻辑啊，还有包括这种很多的它的性能啊什么这块儿，其实都有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对吧？骂来骂去，但是一直流传到现在了，对吧？到目前为止，那么多人再去尝试替换它，也没把它替换掉，对吧？这个 JavaScript 其实跟 Java 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呢，它就是为了让大家好记，所以叫了一个 JavaScript。里面的很多的语法呀，很多的这种架构，其实一开始设计也没有那么这个叫怎么来着，也没有那么这个合情合理啊，但是大家就这么使下来了，对吧？包括我现在比较喜欢用的 Dart，什么也算是替换的一个 JavaScript，然后 TypeScript、CoffeeScript 各种语法堂，但是最后都替代不了，对吧？最近微软还出了一个 TypeScript 新的这个编译器，用 Go 写的。对吧？但是你 JavaScript 依然在这儿大行其道，可能过一段时间 TypeScript 可能会起来吧。但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就一定行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它就一定起不来，它还是有一些别的原因在里头的。欢迎这个，对你不翻成简体，我这个看着就费劲。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智辉君的灵犀 X2机器人有点像人了。这个里边有人说：“北京老头，你忘记传感器技术被封杀了，洗洗睡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给我写的啊。其实机器人上用的传感器呢，大部分手机上应该都有。中国人能造手机，那造机器人就没什么大毛病，对吧？这个机器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多的传感器是手机上没有的。真正机器人上用的东西，有可能会被卡脖子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叫步进电机。
就是特别高精度的步进电机，中国是造不出来的啊，到目前为止还造不出来啊。这个还有一些比较精细的轴承啊，这个咱们还得依赖进口，对吧？这个还有一些缺陷，但是呢，在这两块到目前为止呢，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禁运啊或者封杀这块的消息出来，对吧？真正现在跟机器人相关的封杀呢，应该还是在这个我想想，一个是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芯片上。啊，还有一个就可能有一些这种大模型上啊，非开源大模型这一块呢是有限制的，其他的目前并没有看到什么限制啊。其实大量的传感器反而是中国做的啊，这个包括什么激光雷达呀，什么超声波传感器啊，这个东西中国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太精细的未必做得出来，但是在这种机器人上跑的应该是够的。再往后啊，说能做吉祥三宝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了，这个事儿是这个真的啊，这个吉祥三宝就是保洁、保安和这个保姆，这个呢其实是对机器人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要比这个特斯拉去工厂打螺丝这件事儿要难得多啊，因为它需要跟人啊在一起这个比较亲密的接触啊，如果它这种吉祥三宝的机器人出现任何故障的话，啊，那么这个是直接会发生伤人事故的，所以，这个一定是比较高难度的一件事情。然后说关键要有实用价值，只会跳舞、花钱秀腿之类的，根本没有鸟用啊，这个是真的。跟大家讲一个今天看的视频吧，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开箱博主买了一台那个，就是宇树科技的叫 G1机器人，对吧？那个特别好玩，买回来以后，这个来了肯定是躺地上了吧，然后就尝试把这个电池给它装上，结果一开始给装反了。它那个电池是在这个身体的侧面，大概在这个位置上，咔这么塞进去，装反了以后呢，拔不出来了。然后一帮人折腾了一下午才把它拔出来。然后中间他蹲地上嘛不方便，说把它周椅子上，一人周不上去，还挺沉，对吧？因为它重量可能几十公斤吧，但是滑手嘛，就留手那个滑不留手的，不好抓这个东西。两个人才把它弄到椅子上，然后算把那个抠了一下午，把那电池抠出来了。终于把这电池装对了以后呢，发现装进去以后不平，啊，这个肚子上窝进去一块，说这怎么这样？说算了，先这么凑合使吧。然后就举出一个巨大的遥控器来，然后那个遥控器上呢有一个那个指令表，就告诉你说，摁这个左键、右键、左一、左二，它像个那个 PS5的遥控器似的。但是呢，它那遥控器中间是一个那个很大的，它不是屏幕，就是那个贴了一张纸在上头。然后你就照着这个去控制就完了啊。先躺地上，然后呢，摁这个左键两下和一个哪个摇杆往哪个方向摁，然后它算开机了。然后站起来，然后再摁哪个组合键，然后可以握手，再摁哪个组合键可以往前走，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硬件上 OK 了，然后走的时候不摔跟头，对吧？这个其实已经挺难的了。不要看我讲的这个过程，觉得哎呀这他妈算个屁啊！这个其实不容易啊，让一个机器人能够这个两个腿站那儿，这个能够走路啊，还不摔跟头，这个有难度啊。但是自主性，反正完全没看着啊，这个也就是现在语数的水平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东西跟这个叫做什么呢？跟这个灵犀 X2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还有啊，现在最难的就是机器人的仿真运动能力，这点儿智慧君的机器人比语数差远了。你说的语音交互能力太简单了，给机器人安个喇叭，连上网用 DeepSeek 不就行了吗？语数的机器人也是通过大模型进行训练，都一样。啊，这个呢，刚才根据我们前面讲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语数机器人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这个像智慧君这个灵犀 X2的话，它不光是会走、会跳、会跑啊，而且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骑滑板车，还可以用平衡车，还可以骑自行车，对吧？你让语数机器人靠一个巨大的遥控器去干这件事儿的话，
这个对于操纵员的要求就有点太高了啊，这个实在不容易啊。好，继续啊。我现在啥东西和材料都先扔给他，让 Winsor 学习和理解。真的是我的助理啊，好吧，回头我再去折腾一下这个。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很常见，是的，就是现在咱们比如说陀螺仪、加速传感器，然后各种的这个运动传感器，这个其他的其实还都可以搞定啊。这些东西其实美国人做也好多是到华强北去做去。与人类接触难度很大，这个是真的。一个人类接触，还一个就是让他去适应各种复杂的运动，对吧？你让语数机器人去做一个这个，骑自行车，你试试，这个我估计会疯掉的啊。保洁还好啊，可以等人走了再进去打扫。这个呢，如果你只是扫地擦地的话，你就根本不需要人形机器人。对吧？现在很多的这种车站啊、商场啊里边都是用的那种叫无人扫地车，对吧？它长得像个小推车似的，自己在地上走来走去的，然后把地都给大家扫干净，然后这个擦干净，实际上就是洗地机啊。像我们家里用的是洗地机。机器人的很多伺服器列，如减速器，大国都还是有点光刻机。其实想想大国制造自行车，但是都是日本喜马诺的加速器变速器的这个道理。那么简单的变速器都造不好，其实也没什么造不好的啊。咱们现在好多的喜马诺的变速器实际上是假的。这个之所以往上挂喜马诺的变速器，是因为有人看到这几个字儿就愿意去花钱买，而且愿意多花点钱啊，所以，这块造都能造出来啊，只是到底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自行车它是一个 to C 的产品，对吧？这个品牌效应还是比较有效的。问老范个问题啊，比亚迪最近发布兆瓦闪充，这我就好奇了。国产偏爱快充，无论手机还是电动车，但看 iPhone 和特斯拉对快充技术优先级都不高啊。这个是他们技术不行，还是没有原材料优势，还是觉得缺点没必要？快充这个东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对吧？就是你还是要去做电池管理。你对于一个电池来说，你只需要加大电压、加大电流，对吧？它这个充电的速度就上去。像所谓的，国内这些电动车的快充吧，就是加大电压。像现在很多的是，400伏高压啊，因为正常是220、300，对吧？他们后来搞400伏，然后小米的 Max 系列是800伏，啊，然后它就不停的把这个压力升上去呗。然后你升上去以后呢，再去监测电池状态，比如温度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充放电的一些状态，是可以保证它这个快速的把这个电充进去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必要，其实不好说，对吧？你比如说像 iPhone 我们真的需要在10分钟、20分钟之内把 iPhone 彻底充满吗？其实你不需要，对吧？你拿着一个 iPhone 发现没电了，你就拿去充个30%-40%也是可以用的，对吧？然后有个10分钟、20分钟充一会儿，然后就可以溜回家了。你并不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它充满，对吧？电池特斯拉也是如此的，但是你加上这样的东西以后呢，你肯定这个电池包或者是它这个充放电的这个电路结构，它都需要成本上升，对吧？特斯拉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增加风险，然后增加成本来干这个事儿。我记得马斯克说的有一点是特别逗的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长续航车。因为电池车呢，有一点特别讨厌，就是你把电放光了以后，那个电池还那么老大个儿，对吧？它不像油车似的，你把那个油烧光了，那油就没了。所以问那个马斯克说，你为什么不去造这个
续航800公里、1000公里的车呀，对吧？这个特斯拉你造出来那个车续航也就是这个500-600公里，对吧？你到底是为什么？后来那个马斯克说疯了吗？造那么大续航的车，对吧？我又用不着，这个我够开1个礼拜够了。如果我要造这个续航800公里的车，那我就需要多加好多电池进去，这电池不是成本啊。而且电池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把重量加上去以后，你整个车的控制都会变得很麻烦，对吧？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对吧？我为什么要去增加这个成本？说傻吗？但是在中国，我们就是你说，哎，这个续航是1000公里的，他就有人去买，这个没办法。这个是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用同型号的机器人互相维修维护。如果能做到呢，哪怕是人机写远程写作完成啊，这个就是一条康庄大道。现在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本地的这种拆换维修的话，现在，这个机器人应该都可以做到，啊，关键还是看它有多大自主性。这个问一下，用大模型翻译字幕是啥型号？什么意思？都可以吧？现在做这种事儿，各种大小的模型，你稍微大32 B 以上的模型应该都可以跑得很好。来了，点赞啊！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这个其他电车品牌和技术和特斯拉没法比，这个单轮啊，单齿轮比就，这一点就差多了啊。是，特斯拉在这块的技术还是领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你像小米也承认嘛，雷军上来也说这跟特斯拉比真比不过它。就是我虽然是小米的车比特斯拉续航长，啊，这个起步快，但是呢，这个生生的是拿利润堆出来的，对吧？这个玩意儿是生生赔钱赔出来的。特斯拉是这个，用更少的零部件，用更少的电池，然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是有这个就是电池效率这块儿。雷军是承认啊，但是这个，华为余承东就不承认了啊，他觉得他遥遥领先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华为封楼反腐这一条啊，有人说马斯克助理那件事儿是助理要求涨薪在先，然后马斯克说你先休假2周看看，让我评估一下你的工作有多重要。啊，那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可能我原来也是有点这个，看的信息不够完整吧，今天还稍微去查了一下。这个事情呢，是他确实有一个跟他很多年的助理，然后这个助理呢，跟马斯克要求涨薪啊，然后马斯克说你先去休假，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办。然后等这个助理休完假回来以后呢，马斯克就跟他谈说，你看啊，我发现你在不在这个情况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呢，这个你依然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非常有能力，而且是个全才啊，各个方面你都很强，然后也可以把事情统合得很好。但是呢，我不希望你继续做我的助理了啊，你可以去，在我这个公司里边找一个其他的职位去做，啊，你是不是愿意来去接受新的职位？然后呢，这位助理呢，肯定也是比较，有想法吧，说我不接受你的职位啊，我要离开特斯拉，去一些其他的公司，重新他应该是加入了个创业公司，啊，然后马斯克呢，也是在他的书里还写过啊，说这个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助理啊，他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强的，只是呢，这个在这里啊不是那么需要他了，然后我也给他提供了新的工作，他拒绝了。然后马斯克在这位助理离开的时候呢，给了他52周的薪水，然后还给了他这个很大的一笔期权吧，啊，觉得这个还是很强的一个人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故事完整的部分。也跟大家稍微的这个矫正一下吧。这个是原来我在讲这个华为封楼反腐的时候啊，讲说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对吧？助理休假2周回来就把他开了啊，这个事情稍微的校正一下。继续啊，还有人说了，说内部公众号好意思发文章表扬连续5年拿 A 的欧弟，意味着这堆人到现在都没有转正。其实有些事情是这样，就是
当一些歧视和压迫，对吧，在身边已经司空见惯了以后，他们就不再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了。啊，他们就这个，很认真的去表扬这些欧弟做的怎么样啊。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电影是叫，《云图》是吧？这里头就讲说一帮小姑娘，啊，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以后说，哎，你已经晋升了。实际上呢，这些人都是克隆人啊，这个晋升呢，就是把他们回炉重造了。但是呢，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晋升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个欧弟在华为里边这个状态就跟这个，工作一段时间回炉重造的这帮小姑娘很像啊，而且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一定要好好表现，对吧？这个就可以去晋升啊，就可以，获得升天仪式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啊，这个还有人说了，说作弊入职永不录取，一点不冤，别人靠努力，你靠歪门邪道，公平吗？这件事儿呢，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不正当招聘进入公司的人被永不录取是很冤呢？第一个就是到现在这个考试难度，你不作弊基本上是进不去了，对吧？第二个，这个你作弊进去，也并不意味着你的能力就比别人差，也并不意味着说你进去了以后就做的事情比别人如何如何。至于说有没有人这个努力了半天进去，其实我觉得面对这样完全畸形的制度，然后鼓励别人努力进去的话，反而是很邪恶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有一些小瑕疵，作弊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了，啊，他就这辈子就要为这个事情去买单啊，从来不这么想。我记得以前盛大有一个打工皇帝叫唐骏，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就号称是中国个人薪资最高的这个 CEO 啊，他呢后来被爆出来是在哪个野鸡大学毕业的啊，就是他的整个的人设就崩塌了啊，因为这种一定是你的人设非常非常好，才可以跑到这种大厂到美国上市的大厂里边去做 CEO，对吧？后来崩塌了，崩塌了以后呢，因为我没见过他，我进盛大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就问一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我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呢，还是说确实有真才实学呢？就是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然后包括各种人情世故都非常强，对吧？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特别是这种家族公司，盛大实际上是个家族公司，对吧？他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这个家族的这个里面的人啊，以及各种家老。什么叫家老？就是在这个里边比他来的早，然后比他资历深的人的各种关系，对吧？然后能让整个的公司正常的运转起来，而且可以越做越好，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啊，非常多的人去很钦佩的。就是他离开了以后，其实很多事情做的并没有那么好吧。所以呢，我从来不认为说一个人有这样的瑕疵，特别是这个瑕疵还是由一些系统性的原因造成的啊，这个就需要这个永不录用，或者就需要这个什么这样的事情，这个完全就是迁怒啊，也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呃，喜欢听老范讲啊，像一个行业老大哥。哎呀，感谢感谢感谢，看来我这个表演的不错啊。这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个刚读了一篇比亚迪快充的文章，先说是比亚迪1000伏多好多好，然后说特斯拉的800伏是多么行不通等等。例如要那个特别建造充电站，可是1000伏跟800伏究竟有多大差别？1000伏就不需要建充电站吗？哎呀，这个比亚迪也是一个邪教力量啊，所以不要跟他们费劲。尊戒是的，现在大模型不能从柱状图和条形图中读取并归纳总结数据。我试了一天，目前还没有一款 AI 能做到。啊，是吗？这个我因为没有这种需求啊，所以
我就没试过。其实你想，你已经有柱状图和这个条形图了，你按道理说你应该有 Excel 表格才对啊，你直接把那 Excel 表格给他不就完了，对吧？人家可能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做一些 OCR，做一些这个，图片的这个识别啊，这个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柱状图的话，特别是你需要让它把精确的数据认出来，还是，最好去把表格找到。加拿大有许多无人的良田，我看辽宁好像有些公司在做无人农田啊，理论上，现在无人农田的技术应该成熟了，但是是否真的可以摆脱工人，关键还是在设备的维修维护能否完全通过机器人完成啊，哪怕本地算力有限，通过星链远程协作完成任务，也比派一个人过去便宜许多啊。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不要想着上来就一定把人都干掉，对吧？这个你比如说，一个巨大的农田啊，一堆机器，有一个比如说10个人的小团队啊，那它是一个成本。啊，你说我把它变成5个人啊，那它整个的成本可能在下降。你把它变成2个人，成本依然在下降。变成1个人啊，可能成本不会跟2个人有太大区别。但是你彻底变成没有人，这个成本可能反而在某一段时间里的时候会急剧上升的。所以呢，工程学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去，这个抛开成本，直接就去谈无人的事情，对吧？我们现在找一个这个，叫什么呢？找一个这个成本最划算的方式就可以了。试了才一天，很难说不能，什么意思？除了创业公司，员工的个人能力没那么大影响。是的，其实即使是创业公司里头，其实也没那么大影响。无人农机不需要看辽宁啊，加拿大在这方面其实相当领先啊。我直接接触过这行啊，你少写了一个“接”字儿啊，我真接触过这行啊，这个是我看错了，少看了俩点儿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无人农机呢，加拿大到底怎么样不了解啊。这个国内肯定是有大量人在做，然后像美国其实我原来也见过一些人在用啊，但是他们主要做的是解决某一个特定问题。你比如说摘果子，对吧？他通过摄像头识别，原来谷歌的一个哥们儿出来做的，然后进去摘果子啊，这块儿是有人在做。你真的说小麦这件事儿，你无人了可能还可以。你要是别的什么，真的是什么葡萄啊，或者是这个苹果，这个彻底无人化还是挺费劲的啊。面试造航母，入职拧螺丝，实际上是招聘时候的评价体系与一线工程对人才的要求出现了偏差，本质上是人都太专了，不够这个。我说哥们儿，你把它下次改成简体行吗？你这个字儿我实在是看着费劲，我后边不念了。创业公司看老板一帮人行不行啊？要看带路的水平，是这样的。加拿大无人农机主要还是自动化上，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一上来就真的把人都干掉，对吧？加拿大现在还有好多印度人呢，啊，但是哎，我不知道印度人的农业水平怎么样啊？咱们老说中国人是这个种地基因刻在骨子里。好，然后是 OpenAI 更新 Agent 工具包。啊，有人说了，说这个 DeepSeek 禁掉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欧盟不一定愿意啊。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儿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呢？
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它是免费开源的啊，你想进它实在是太费劲了，对吧？而且这个就算是警察逮啊，就算是很贵，这个毒品禁掉了吗？这个大麻禁掉了吗？都没禁掉，对吧？所以你要把一个免费开源还能用的东西给它禁掉，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不现实了啊。因为它不是这种大型成套设备，你像那个，交换机啊，什么基站啊，这个就是无线基站啊，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大型成套设备，而且只能是由，呃，这个移动公司啊，或者说是这种移动运营商去买，他们是可以统一的去替换的。但是像这种开源的技术，你要把它禁掉，是不可能的啊。还有人说了啊，说这个川普这么搞下去，盟友们谁敢用你美国闭源大模型？你川普一句话关了服务怎么办？这个反正川普呢，现在肯定是一个新的变量了，对吧？后边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觉得反正它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吧。欧盟呢也在很努力的玩自己的模型啊，这几天 Mistral 还升级了，但是我没有去试。对吧？今天还去试了一下这个百度的文心一言4.5，感觉还可以啊，这个终于算追上了，对吧？因为你一旦是像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开源的话，就是大家达到这个接近水平，就都是一个时间和成本问题了。然后啊，DeepSeek 的问题不像华为和比亚迪等是政府补助，反而是欧盟说的强迫劳动比较合适。呃，这个事儿也不能这么讲吧。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问题呢，里头我觉得它第一个是它的卡到底哪儿来的啊？这个事儿其实现在说不清楚。第二个呢是它的训练数据使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违规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说不清楚的。然后它的强迫劳动呢，就是你说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加不加班？我估计大概率还是加的啊。但是你像硅谷的公司加不加班，他们也加，啊，只要你钱给够了，大家愿意去努力去拼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你像 OpenAI，他们加班吗？加的，对吧？我记得前两天还有一个小哥在那个抖音上发这个视频，说他是 OpenAI 的这个工程师，对吧？然后他一天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从早上起来先开始开电话会，然后那个上班了以后一天的写程序开会，然后晚上回来以后继续开会写程序，对吧？虽然可能在办公室并没有待到12个小时，但是他每天的工作时间绝对超过10个小时以上，啊，那你说他算不算这个强迫劳动啊？所以这个就不能去按照这种强迫劳动的方式去要求这种真正的科技公司啊。这个题目应该错了啊，这个不是这个 OpenAI 更新 Agent 工具包啊，而是 OpenAI 向美国政府要求举报这个禁用 DeepSeek 啊，应该是这一条的这个评论啊，我把前面这个视频标题抄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评论都不对呢。对，然后再继续啊，这个 OpenAI 向美国政府举报，要求禁用 DeepSeek 啊。还有人说你想多了，甲骨文的老板反华的很，他之前还在电视节目上说过，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他愿意不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不挣中国的钱，所以说别说取个华裔了，就以为他对中国有亲和度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其实一直反对一个东西啊，叫做核定本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个时政博主啊，他们是喜欢讲核定本的我非常反对核定本啊，这个我从来不认为说一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要为这句话负一辈子责任至于说他娶了个华裔老婆，是不是就对中国稍微友好一点这个不重要，我们也不关心他对中国是不是友好，对吧？我们只关心说你现在是中国女婿了，然后现在把东西卖给你，
啊，我们觉得这个面子上好看一点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我们没说他买了 DeepSeek 啊，买了那个 TikTok 以后就可以如何如何嘛。这个现在好像蓬佩奥还是谁去讲，可能到4月份这个交易就会告一段落啊，或者说就会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大概率应该是这个了，就是 Oracle 这个老大啊，他应该会去持股啊，或者说他的持股比例会上升吧。最后达到呢有一半的这个股份在美国人手里，大概也就是如此了。那中国人呢，总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台阶下一下，说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吧，对吧？我们就这个开心的接受了吧，啊这就可以了呗。继续啊，说还有一条说这个发布会上有华人脸，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老范在国内还是这种定式思维，让东南亚华人爱国一个道理。这个我觉得你们也太定式思维来判断我了吧？这个有华人脸，他是华人，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在中国接受的小学教育，这个事儿又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个有华人脸，我就觉得他是中国人，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没说他要爱国嘛，对吧？包括东南亚华人，我也从来没说东南亚华人就应该爱国，他应该到哪个国家爱哪个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华人，他就应该爱新加坡嘛，他会爱国就应该爱新加坡嘛。马来西亚华人他就应该爱马来西亚嘛，这个事儿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走到哪个国家就融入到哪个国家，爱当地的国家啊，接受当地的法律，对吧？跟当地的其他人友好相处，这个才是华人真正比较好的地方。我呢是民族主义者啊，不是这个国家至上啊，跟这个没关系。这个他们走到哪儿爱这个新加坡也好，爱马来西亚也好，爱美国爱加拿大也好，只要是个华人，我都觉得与有荣焉，这有什么问题呢？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不是用错了范式来套我了？印度人谁用谁骂街啊？这个真不知道了。印度人靠谱的不便宜，便宜的能让你赔产、破产，好吧？没有跟他们打过特别多交道啊，没这么夸张。虽然经常面的是算法岗，最后实际做的是开发啊，是有些面试很夸张，夸张到要你手撕 JVM 啊，但是实际工作上就是 CU 啊 CRUD 好吧 CRUD create read update delete OpenAI 不就卷的挺疯狂啊？还有 Twitter 的 X 是啊，我们现在是不是看看 Twitter？哎，说的对啊，这个如果 Twitter 跟 OpenAI 都是这个强迫劳动的话，这个欧盟是不是应该抵制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这个向他们举报一下。那有些离谱，不过钱给够还行。其实通常是钱给的也不会特别够啊。我刚做过读那种商店打印发票的 AI 应用，读到财务系统里面登录各种信息，想象读统计图不会那么不能。它是这样，我估计统计图里边的数据它应该能读出来，但是你如果靠统计图里边靠这个图表的高高低低，你去把这个数拼出来的话就难了啊。但是你如果统计图里头标了有数，它应该能读出来，就 OCR 了嘛。到底什么是华人啊？这个我觉得，在我这儿听故事的应该都是华人吧，不会有什么其他地方人吧？上一个著名的爱国商人是皮带哥啊，他算吗？好吧，不好说啊，而且给的钱未必让你花，什么意思？离职的时候强迫签竞业，相当于逼人改行啊，还有这故事呢？就是 CRUD 增删改查，对，这是比较初级阶段的程序员。我觉得以后
这一块儿可能更多的还是扔给 AI 吧。我理解不了爱国这种情感啊，任何国家本身就是强权，你爱强权干嘛？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啊，对吧？你生活在一个国家，甭管你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一点儿都不爱，甚至还恨他的话，这个不是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吗？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呢？对吧？这个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稍微的快乐一点点。Grok 开发团队一直只有一个前端，上个月还是前个月团队翻倍，达到2个人。哎，Grok 现在我正在等的就是 Grok 3的 API 啥时候出来，现在还是2和那个2Vision 啊，还是这2个版本在前头盯着。Grok 3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在这个 X 平台上，Grok 真的是越来越好使了。我现在大量的资料搜集都是在 Grok 上做的。你是火星人啊，火星人你可以爱火星啊。刚看了皮带哥复盘啊，各种爱国演讲，还以爱国的名义捐款不少啊。这个，但是他也让国家亏了很多钱吧。李嘉诚卖码头之前看起来也是打算忍了，然后，突然高层震怒了。哎呀，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李嘉诚卖码头这个事儿呢，也不叫高层震怒吧，就是你该审查你就审查，审查过了你就让他卖，审查不过呢你就不让他卖，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你找这个媒体去骂他这事儿就不对了，对吧？人家自己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他自己做出了决策，赔了赚了都是他的，赔了钱你也不管人家，对吧？赚了钱你没准还去收个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干预他的决策呢，你就老老实实的通过政府法律的方式去处理，对吧？你又不能说这个我不用法律啊，我非要这个给你一个眼神儿，还要让你这个心领神会，这不是耍流氓吗？对吧？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直接上来我审查，审查不通过我就不让你卖，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这也算坐实了，说中国确实在控制这些港口，对吧？你也不要再去讲说我们这个都是商业原因啊，都是这个跟这个战略没关系啊，没有任何安全上的事情，对吧？你也就别讲这话啊，咱就实话实说，我就是想控制你的港口，我就不允许他卖了啊，那这个就干呗，对吧？咱们就实话实说，不要玩那虚的。有些友人就是字节离职后润出来的啊，他们说字节吃相很难看，如果不润出来，就是那就真的得改行了啊。字节还好吧，这个反正你公司涨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都会有类似这种问题。要分清 country 和这个 state 的区别，爱前者是爱国家的人民，爱后者是爱政权。哎呀，这个政权呢，你也没必要恨他，对吧？这个总是要跟一个，你就跟什么似的？你今天找了份工作去上班去了，对吧？上班的时候你就看这个老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那你要不就辞职啊？如果你准备在这个公司继续干下去的话，那就自欺欺人一下呗。啊，Gemini 我用的官方网页，感觉不像啊，不如 Grok 聪明，生成的大纲不太好啊，而且感觉和 R1差不多。但是 Gemini 这个东西特别讨厌，就是它的网页上呢，现在有深度思考，APP 上没有，然后在这个 AI Studio 上也没有，然后 AI Studio 上有很多功能的，网页上没有，这个就属于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就是由程序员和这个工程师在管理的团队在推进项目，对吧？他没有产品经理统一负责这个事儿啊，很丢人。李嘉诚卖的是港口特许经营权，不是卖港口产权。谁告诉你的？你想啥呢？他卖的是股份啊。Gemini 用的啊，这个已经看过了啊。好，这儿呢，小说生成的大纲不太好，感觉和 R1差不多啊。这个我 Gemini 其实使的少，PRA 这个，哎，看吧。ChatGPT 好用吗？还算好用，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犹豫下个月还要不要续费，因为现在能用的东西太多了。哪儿来的高层震怒？大公报、中联办发声，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吱声。
上一次李嘉诚退出内地房地产市场，人民日报都批了，留不住就随他去啊。这个现在我觉得就是你该审就审啊，该让法律去审查就审查它就完事儿了。我觉得最近 Gemini 很不错啊，不要钱，而且刚出来的阅读图片和声音总结好用。但是 Gemini 就是它入口太多啊，很乱。不爱政权并不意味着恨政权，哎，这个反正还是要这个凑合混下去呗。对那些政治这个二极管，只能说这个多看点哲学。哎呀，不用多看点哲学，有些人愿意跟自己找这不痛快，那怎么办呢？可能限制李氏父子出境了，他限制不了吧？你在香港他怎么限制？好，我们继续读网上的评论。吴彦祖的 AI 英语课啊，如果群里有80个真人，大概率就会有卖面膜啦、家乡扶贫大枣啦、爷爷姥姥的铁观音啦、西藏的梨子呀，塔主都卖了课了，这营销相当成功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家长群啊，或者学生群里都混过啊，不会的。就是他们让大家入群的时候就会很严格挑选，啊，一旦有人在里边去卖东西，马上就会被踢，对吧？如果你是真的家长，就会被警告啊；如果是假的家长，马上被踢。所以现在国内这个学生群、家长群的这个生态还是非常完善的啊，不用太担心说这个真有80个真人会怎么样这个事情。好，周日吃药直播，有些人说了，说这个不太理解电商平台的搜索，比如我要买个箱子，要先搜产品类型，逐一点进去看 SKU，这种操作真垃圾，翻好久也搜不到一个合适的，效率很差。为什么不能根据尺寸要求，直接搜出满足条件的供应商品？这功能很难做吗？确实很难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卖箱子的人，他希望呢，你甭管搜什么，我都可以多露出，多被点中。然后你点进来以后呢，我再给你去看，说我这里各种尺寸都有，对吧？你经常在淘宝里头，你点到一个箱子的这种具体页面去，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有很多颜色、很多的尺寸、很多的配件，你进来选吧。啊，他喜欢干这个事情，他不喜欢你直接就这个，比如说20寸箱子、30寸箱子，各种颜色都给你分开一堆堆网页，然后分开一堆堆网页了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排序不划算，因为你想这个电商平台它要对所有这些内容进行排序，啊，那么大家都希望自己排前头啊，在各种搜索的时候都排前头，那如果我比如说我有这个10个页面啊，那最后这个排序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吃亏。如果我把这10个页面合在一个页面里头，你点进去以后再看到 SKU 的话，啊，那可能我排序的时候就比较占便宜，对吧？这个对于电商平台的推荐系统来说，它也是这样的。啊，他一看，哎，说这个人的页面经常被点中，而点中了以后呢，转化率还很高啊。点进去了以后，大家总是10款箱子里总有一款适合你嘛，他点进去就买了，对吧？等下一次再有人去搜索箱子的时候呢，这个电商平台就愿意把我的这个箱子的页面挂在前面去。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啊，里头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对，当然这个过程呢，就是对于 AI 搜索、AI 购物来说呢，确实不够友好啊。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可以值得思考的方向吧。啊，就是为什么讲这个也是触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吧。好，继续啊，这个说老范不要自己干的、接触的都是坑蒙拐骗的事情，就以为世界上没好人了。啊，有的人还是有信仰、有道德的。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肯定是看过一些阴暗面啊，但是也不至于都是，对吧？这个呃，对于我来说呢，我会相信有好人有坏人。对吧？我绝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好人啊，也绝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坏人，啊，只是呢这个比例的问题。
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呢，在一个有毒的环境里头，一个好人想持续发展起来啊，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你说，哎，最后这个人真的是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他真的是个好人啊，因为有信仰有道德，他就真的上去了。这个概率不能绝对是零啊，但是，确实不会很高啊。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好人跟坏人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吧。而且我也不相信说这个世界上就谁谁谁绝对是好人，谁谁谁绝对是坏人，对吧？他可能在有些方面是好人，有些方面是坏人，或者有些方面是51分，有些方面是49分，对吧？这个是我可能对于更多的这种好人坏人的一个看法啊。这个你一上来说，哎，这个人是零，那个人是一，这个你不适合听我的节目啊，只能说这个需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李嘉诚不是在英国吗？啊，这个真不知道啊，因为不太关心他到底在哪儿。中央来说，对和黄就是正常审查，李嘉诚加拿大人，怎么可能限制他出境啊？是，这个就让他在那里四处晃就完了。个人网上有限总结，网上对话建议对方多读书的，大概率其实不大读书啊。是，这个我昨天吧，在网上跟人讨论这个什么的问题呢？跟人讨论这个 MCP 的事情。啊，就是那个 Cursor 啊，不是 Cursor 啊，也算 Cursor 也有吧。这个应该是 Anthropic 出的这个 MCP 协议。有些人说，哎呀，MCP 实在太好用了。哎，我说 MCP 挺烦的，因为每一个 MCP 服务呢是需要在本机取一个服务器，甭管是 Node.js 服务器还是 Python 服务器。我说这个在本机起一大堆这个东西呢，对于强迫症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对吧？我们是希望尽量让本机稍微干净一点。而且起多了以后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占很多资源，啊，然后就有人说你不看说明书吗？不看手册吗？还有 SSE 模式呢，就是 server side 的这个直接就可以从 E 我忘了是哪个单词了，就是可以直接从服务端就进行响应的一种方式。后来我说呢，你不要上来就质疑别人看不看说明书这个事儿好不好？对吧？这个，而且现在即使是有 SSE 啊，MCP 大部分或者相当大数量还是要在本地起服务的。啊，这个中国人这个开车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下来都是问你会开车吗？你会开车吗？其实跟这个一样啊，一上来你读过吗？啊，那个书你看过吗？对吧？这个说明书你看了吗？这个挺多的人啊，在喜欢这么说话。至于他自己看没看过，我不去揣测啊。你就像我们开车上街，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下来都是这句话：“你会开车吧你？”对吧？明辨一下，二极管其实或许比较容易幸福。这个他们呢是这样，要么呢特别幸福，要么特别不幸福啊。这个，因为你二极管还有可能掰到另外一头。关于箱子尺寸，应该在京东或者自营才行啊。对于电商平台来说，它对每个商家无法要求这么细，而且小商家在测量时也会出错。其实上不是测量的问题，因为箱子还是有标准的啊，不会有人做这种非标的箱子。这个他们还是从这个叫做搜索命中的这个角度上，或者搜索排序的这个角度上出发去设计的这种网页。AI 模型我最终选择付费用 Perplexity，可以挂 GPT、DeepSeek R1，还有Deep Research，还有自家的模型，一两年用下来，觉得问题分解和问题索引真的好用啊，基本不用谷歌了。这个我是有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用，甚至都准备去付费了，但是呢，就是被 Perplexity 骗了个狠的。啊，然后就又打消了我的这个付费的念头啊。就是上周做那个精钝行动啊，他给我发明了个新词儿，我写上去以后，然后发现这个词儿好像是我编出来的一样啊，给我气的。
两个相反的二极管不要遇上啊，我跟遇上他们也会觉得很厉害的，他们会互相鄙视对方啊，不需要那么测量仔细，左边加一个分类链接，可以链接几个箱子尺寸，商家自己可以赋予箱子尺寸分类属性啊，这个反正还是搜索优先啊。今天小铃铛居然没有提醒我直播，这很奇怪啊。我在群里取经，总结来说，Agent SDK 让模型学会使用工具 MCP，让模型可被模型，让工具可被模型识别和使用。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其实啊，这两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你都是在调用模型的时候呢，给它一个叫做工具描述啊，只是有一个工具描述呢是函数描述，啊，另外一个工具描述呢是这个叫做服务器接口描述。然后在模型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去到这个里面去找啊，说有哪些工具我可以去用，然后模型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调用这些function 也好，agent 也好啊，或者是这个 MCP 也好，他自己去决定，本身差异没那么大。就我为什么觉得 Agent SDK 算是一个比较敏捷的方式呢？就是它其实跟 API 就是跟客户端没关系。就是你像 MCP 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有客户端的，甭管你是用 Cloud 的客户端，还是用这个 Cursor、Windsurf，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插件客户端，现在这个 Cherry Studio 也开始上这个 MCP 了，对吧？甭管你用谁，你都是要有个客户端。而这个 Agent SDK 呢，是完完全全在这个服务端去工作的，也不叫服务端吧，就是完完全全是跟这个就是 API 去打交道，它没有客户端限制，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洁癖的方式啊，不知道我这个解释的你理不理解啊？这个不怪事儿，小铃铛提醒不是那么稳定的，是的，8点直播啊，那个时候在洗澡，好吧。前面那个说搜索行李箱匹配差，我也深有感受。其实这个绝对是用 AI 最佳解决场景，对 AI 说一堆需求说的容易一点，这个然后 AI 帮着匹配应该很容易，是不是这样电商没办法卖流量广告了，所以不做？这个倒不至于啊。对于电商来说呢，卖流量广告只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完成交易，只要交易能够完成，啊，都是好的。箱子不好搜，本质上是缺一个导购 LLM 能做这件事儿正好。其实倒不是说 LLM 能做这件事儿啊，你要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东西叫大数据杀熟。对吧？你比如说，你平时是喜欢买这个，比如说，$1000的箱子啊，假设这么讲吧，你喜欢买这么好的这种箱子，啊，那么，这个大数据不会给你推荐这个$500的箱子，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觉得你就喜欢买$1000的箱子，所以他一定会推给你。哪怕在其他地方同样的箱子卖$500，他也未必会去往那边走。因为如果他卖给你一个$500的箱子，哪怕是一模一样的箱子，它有一个解释成本，他要给你解释半天啊，还有一个就是转化率会下降。所有的电商系统，甭管后边是不是 LM，这个转化率上升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叫完成交易。用 Agent SDK 需要把工具打包塞到 OpenAI 的服务里，MCP 完全开放，是的，但 MCP 你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什么呗，必须要有这个客户端嘛，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客户端到用户本地去。这个 Agent 的话就通通都在服务端搞定。我觉得就是保护才出了脑残，什么意思？没铃铛提醒，说明该用户被关注了。
我听那些时政博主说会限流导致，这个倒不至于，像咱们这点流量还不至于限流。不过以后电商网站都会提供 AI 搜索，那么自然语言搜索箱子尺寸和其他种种就行了啊。这个其实真正的 AI 搜索，不是这么干活的啊。真正的 AI 搜索是什么？它会记住你，说你是谁谁谁啊，然后呢，你现在家里买过几个箱子，你对箱子的喜好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你就像比如说有一个助理跟着你很多年，对吧？你去跟助理说给我买一箱子回来，他不需要再去问你到底要多大的哪个牌子，然后是干嘛使的，这个都不需要问你，他就知道你要什么。AI 以后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的。精顿行动实名演示如何污染 AI，我是被AI 污染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编的，是 Perplexity 编给我的。价格歧视有好有坏，有些人不差钱儿，但这个你没法替他来决定他到底差不差嘛。当你下次告诉他说明明有更便宜的，但是 AI 给了你一贵的，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会他肯定会觉得上当受骗嘛？签名有人说这个保护了墙内脑残，这个不知道了啊。我觉得评论大领导和李嘉诚那段这个我没说他什么呀。AI Context 上一次卖箱子是2年前啊，该提醒这个冤大头换箱子了，是这样的。而且 AI 有时候还可以从你的什么社交媒体账号啊，看看你这个箱子是不是拎出去了，对吧？它这个才是真正吓人的。电商搜索就是行为关联啊，是的，它要把更多的数据关联在一起。AI 搜索记住用户肖像，这不叫导购，这叫助理。真正的导购是像陌生人，这个为什么要陌生人呢？我都已经像 AI 本来就是你的助理，对吧？这个我为什么要找陌生人？我有助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里头还有一些网上评论。AI 内容强制标注，有人说了，说这个所以还是 Stable Diffusion 好啊，我可以自己编程写 metadata。Stable Diffusion 呢是个开源的啊，它上来以后应该是不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去给内容去写 metadata，或者它有可能会写一些 Stable Diffusion 的这个官方的字样进去，然后你自己可以去编辑 metadata，这没问题。但为什么要去读这个评论呢？还是要提醒这位朋友，千万千万不要有自己安全了的这种幻觉，对吧？你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幻觉，说，哎，我安全了啊，我这个讲的话没人知道，我画的画没人知道，谁都不知道是我画的，这个你离出事儿就不远了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这么想。还有人说了啊，说这个必须最后要区块链来解决啊，这个呃思考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在 AI 作品里头加标注这个事情是坚决不能用区块链的。为什么呢？因为区块链一旦写进去以后啊，它不能改。咱们呢，经常有一些事情是要求彻底抹掉的啊，这个人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存在过。他说的所有话，他的名字，对吧？他的所有事迹都要抹干净。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个区块链，你咋办呢？对吧？你难道把这条主链废了吗？所以呢，区块链在国外好不好使不好说啊，但在这儿是不行的。还有啊，说这个所有虚假信息就是话语权，我掌握话语权，我说什么都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你说的东西，我可以认为是虚假信息，真的也是假的。这和造谣传谣是一个意思。公权力不受约束，怎么治你都行。这件事儿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了，就是马斯克去收购 Twitter，对吧？后来改成叫 X，说我们要捍卫言论自由，在这个言论自由里头是包括说假话的权利的。至于说如何去判断真话假话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啊。这个我们这里有唯一标准啊，到欧美那边虽然他们这个标准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标准，比如说各种政治正确的标准还是有的。那么在这个
这里呢，我觉得唯一需要去捍卫的就是说假话的权利就好了。这个其他的，没有什么可去讨论的啊。其实当时我去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有一点我没好意思说，什么呀？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把真实的内容打上一个标签打上去，这样就不需要负责任了，对吧？把真实的内容然后做成 AI 生成的，对吧？直接把这个标记打上。这个，今天在这儿把它补上吧。AI 搜索记住用户肖像，这不叫导购啊，这看过了啊。我可以有个 AI 助理去京东经常刷便宜产品，加入购物车，然后下单后再退货，制造抠门人设啊，这个你这不叫坑人吗？你下单再退货，然后那个卖家就需要去赔运费险，对吧？你这叫坑人，你这不叫抠门。人太熟了起冲突，跟 AI 太熟了也容易吃亏，所以让 AI 以陌生人的方式提供服务，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偏差。这个更不容易出现偏差，这个不能这么讲啊。我们还是希望 AI 稍微聪明一点儿，至少目前吧，AI 还比较笨。现在平台算法需要多元数据融合，成本极大，AI 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对 AI 对数据清洗这块儿，确实是有帮助的啊。然后今天，已经上传的这个节目也讲到这个话了，就是今天已经上传的是百度高管女儿去开盒别人的这个节目，对吧？这未来社工库肯定会越来越强大。强保护了大量这个咱们不关心强的事情区块链的党性不足。是的，区块链一旦记上以后不许改这事儿很讨厌。这几天 Gemini 被大量用来去除图片水印Gemini，但是那个去水印的 Gemini 2.0 Flash 图片生成版，好像只有在 AI Studio 里才可以用吧，在其他的平台里都用不了。包括现在我好像在这个 API 里都没有把它调出来这个，反正真的是程序员干的活这个事儿。给真实的信息添加 AI 标签，利用加标签的规则可以阻止真实信息传播，不会阻止真实信息传播的，对吧？这个，只是阻止真实信息审核而已。真实信息打 AI 就像是以前说，本故事纯属虚构对，如有雷同，切莫对号入座，概不负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没电商的时候，你去线下实体店买东西，人家也杀手，很多还是亲戚坑亲戚，朋友坑朋友，同事坑同事。同样的，你跟 AI 太熟了，也容易被坑。这样来讲，AI 的零知识咨询服务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这个呢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对于 AI 来说，他们要干的事情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我在前面讲大数据杀手也好，讲这个叫做推荐算法也好始终跟大家讲，第一要务是实现交易，第二要务是在实现交易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高销售额提高交易额，这个是所有 AI 设计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不能说叫什么吧，基本原则吧，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用傅立叶变换加的隐形标签很难发现，这个你讲的这个应该是水印吧？好，我们继续，还有几条这个中央发文刺激消费，有人说大聪明，要是有效，日本早就复苏了。日本百姓没钱吗？百姓储蓄款比任何国家都高，也没见日本人敢花钱消费呢。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的出国旅游比率在发达国家里头垫底儿啊。人家日本政府也穷尽一切办法拉动内需，催生娃也没啥起色。这个日本好像是这样的啊，但日本人我觉得整个的消费还好吧，还好吧。这个有没有人熟悉说这几年日本失落30年里头，他们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拉内需政策，然后到底是拉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可以回头研究一下啊。好，这个中央发文刺激消费，有人说了，原来我们苏州木渎这边花园街、香港街酒吧服务业全球闻名，很多老外慕名而来，后来被扫黄打黑，最后到什么程度？直接在街两头用铁皮封掉，留一个出口，还派联防队看守，一看就看了大半年啊！要命的是，谁还敢来消费？现在偷偷摸摸搞，这个价格死贵，啊，还不好玩，恶恶性循环，商家也不挣钱，消费者也玩不爽。这个我没去过苏州啊，我去过苏州，但是对于这个目睹酒吧这个事儿，我就真没听说过了，对吧？你是惦记进去消费什么呢？啊，这个咱们开个玩笑啊。这种你比如说像新加坡吧，这个他们的叫鸭龙是吧？就是他们的这个色情服务一条街。我问过这个新加坡人，我说你们去吗？他说我们不去。啊，这个政府要求的这个色情服务的街啊，他们那儿是合法的。但是呢，必须在那条街上啊。然后这个新加坡人去那里消费呢是必须实名制啊，你要到那儿去登记身份证才可以进去消费。外国人呢进去是需要登记护照，说呢一个是很贵啊，然后还一个呢丢不起的人啊，这个所以呢这种就是对，这种擦边吧，咱们不管它是不是有其他的服务了，就是擦边服务的管理呢，呃，其实大家都差不太多啊，就是都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也不会放到这个台面上去，它不会说真的像这个其实就算是欧美有一些国家它是合法的，也不会让你满大街都是，对吧？还是会有限制，会有管理的。这个大量的还是这个私下里去这个或者偷偷的去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太多。这个还有人讲了啊，说北京的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道路承载量了吧？这个就是说北京应该继续这个限号限行啊，这个我不认可这件事儿啊。这个，呃，买车的时候是我的权利，买完车了以后，车使用的权利也归我啊，政府不应该有权去限制啊，我要去用车，特别是这种很长期啊，这个没有任何结束的这个，就我去限制你说每周你有一天不能开。啊，什么样的人不能买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你最多就是买完车你开出去堵车呗，啊，或者我开完了以后进去停车停特别贵。我记得有些国家的城市里边就是市中心区域的停车费巨贵无比，对吧？或者是堵车的时候找你收这个净纯税、出城税，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合理的。但是你上来就是我直接一条命令说不许你开了，不许你这个买了，这个还是有点过分啊。至于道路是不是承载量的到不到，北京大概有600多万辆车，就是京牌一共有600多万啊。然后呢，有一些京牌可能还出京了，特别是京牌变贵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离开北京工作了，那我也不能把京牌卖了，对吧？因为卖了以后这指标没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京牌车带出京，所以这个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这个很多事情呢，就是用这个商业的方式去解决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去用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就只能是，越管越乱乎啊，最后就永远也管不好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还有啊，这个两会要求减肥，有些人说在国外吃中餐，大部分店都非常咸，有吗？
因为我在国外是吃过中餐的，并没有感觉特别咸，有咸的啊。你像那个在美国吃那个叫什么 Panda Express，那个就挺咸的，但是 Panda Express 已经不能算中餐了吧？然后你去吃那种相对比较正宗的中餐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在湾区，然后那种，就是华人社区附近的停车场里头，那种中餐馆，我觉得跟国内的味道没有什么区别，还好了。还有啊，这个在小红书上搜不到胡吃海喝的信息，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因为打击消费主义和粮食浪费，所以做这个大胃王的主播都被清理掉了。那会儿有些比较红砖的这个街道办要求餐厅必须严格遵守，如果顾客浪费粮食，餐厅就会被罚款。由此推出了不少苏联笑话。好吧，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就看不到这个各种这个高热量饮食的广告了。好吧，这个也是没想到的一个事情啊，又长知识了。好，我们继续啊。AI 的核心目标是发现需求，不，AI 的核心目标永远是完成交易。这就是互联网里，甭管是 AI 也好，或者其他任何这种东西也好，他们的目标都是完成交易。如果商家掏钱，那自然希望提高销售额。呃，但如果是买方掏钱订阅的服务，就可能希望降低销售额。也不会的，你想，你掏钱的过程就已经造成销售了，对吧？你还咋降低销售额？然后啊，我记得日本泡沫前期拉内需有成效，但是高层认为整个环境已经扭转，政策收力，结果从此拔不起来啊！这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他前面几年好像有一次是觉得快起来了，然后又开始去调啊，确实是这样。在 AI 扮演的角色是买方经纪人还是卖方经纪人？亦或是第三方导购？没有第三方啊，必须是两边选一边啊。你这个第三方一定是，就还是要有人给他支付成本嘛。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吧，他是买方经纪人啊，就是你作为一个顾客，你花钱1个月$20，你雇了一个 AI，结果发现这东西很笨啊，这个推荐的东西都不好玩然后它这个整个的成交量都很差。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 AI 助理呢，说我免费，我不要钱啊，你来了以后，我还不停的给你送各种的这个代金券这个各种的这个叫做什么优惠券对吧？然后那你最后选择是谁呢？对吧？这个是1个月收$20的这个哥们儿会饿死的。所以我从头就在讲说，这个1个月收$20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蠢的事情。农业最厉害的是荷兰，相当于中国1%的农业用地，农业出口全球第2，是吗？荷兰吗？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啊，回头可以去研究研究。国外的中餐很多料理包预制菜，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一直都不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美国吃多少预制菜，对吧？他们连鸡蛋都给你打好了，鸡蛋黄、鸡蛋清，然后这个混合好的鸡蛋都给你装盒里，都不是说在鸡蛋里头啊。然后各种的菜都是有预制的，各种速冻披萨什么全都是预制的。你关键是要管好啊！你如果没管好，然后你最后把这一个品类干掉，就属于是倒脏水把孩子一起倒出去了，是吧？这个当然中国干这种事儿干的比较多啊，因为他执法的这个能力确实差一些，他没有能力管好预制菜，那干脆大家都甭干啊，就会变成这样。正宗中餐口也是挺重的啊，比自己家里做的重很多，是吗？那是不是这个加拿大人或者美国人他自己就口重呢？没有啊，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口重啊，这个他们应该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西方人做菜，他们是不放盐的，他们在吃的时候往上撒盐，所以才能吃出咸味儿来。而中国人是做菜的时候就放盐，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能确实需要放很多的盐，才可以让他们吃到同样的咸度，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日本人似乎出国旅游的不是那么少，不过之前日本游客特别多，有点像疫情前大国出游的旅客特别多。这个日本这个没有统计过啊，回头可以研究一下。行政命令替代法律，疫情时期就这样。不过那会儿是甲类甲管，行政命令高于一般法，这个疑惑至今啊。这个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咱们都是行政命令更管用。日本拉面也比日本人自己在家吃口重很多。日本拉面我到日本去吃都觉得挺咸的，我不知道日本在家做不做这东西。我反正哦对，去年这个时候我是跑去日本去了啊，今年就这个没有溜出去。我在日本那种拉面店也好，或者街边的这种小的这种便利店也好，去吃拉面都很咸啊，特别特别咸。后来我们问他，我说这个为什么日本拉面这么咸呢？他们说这个很多人会就是吃完拉面以后再要一碗米饭，对吧？然后拿那个汤把这米饭再吃了，所以你这个汤必须咸。还有些人吃完拉面以后往那个面里头再加面，如果你个汤不够咸的话，你再加面就没味儿了。当时他们是这么跟我解释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日本拉面在日本吃的比在中国吃的口重。国外吃中餐很多料理包不会啊，这个不大看到卖料理包的，这个是这是厨师啊，我们卡尔加厨师会做饭的。中餐大部分都是预制，深度不同，全部现场做饭口，全部现场做饭口供应不过来啊，这个也不是，有些还是会自己去做，只是，如果你吃的是这个正经的，就是一家小店啊，那么应该都是自己做多一些，但如果是连锁店的话，它可能会有中央厨房啊，其实很多预制菜就是从中央厨房这块发展过来的。其实仔细思考经济学，那么拉动内需有点像提升 GDP，未必那么有效。现在呢，经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嘛，所以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然后不停的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它也没什么别的方法。第三方有存在的空间，比如收固定牌照费的平台，它不关心你的成交额，更关心平台声誉。前提是他真的想做百年老店，好吧？给你举一个案例吧。这个特别注重平台声誉的公司，曾经有一家叫做大众点评啊。这个大众点评刚做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去疑惑说，说大众点评为什么不允许店家自评一定只能是顾客评别人不能评。然后就说这个只有顾客评才能够有这个公正性有中立性。如果是商家评的话，它这个内容就没有中立性了，就没有这个被看的价值了。这是大众点评刚创建的时候大家的得出的一个这种叫做商业方法的一个总结吧。但是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它就没有赢最终是被美团直接收购了。所以呢，现在叫美团点评这个就是你想当时两家竞争嘛，一个是美团，一个是点评。美团就是我来帮店家提高这个销售额，提高转化率，提高这个各种团购券的这个销售。点评呢，就是我尽量要维持忠实的这个客户评价然后要让这个客户打分和评价变得有价值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一家没活下去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挺血淋淋的。荷兰农业确实非常先进，我去看过温室农业，大片大片的，非常震撼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每家的正宗中餐基本上也是华人在吃，甚至不少是留学生和务工的中国人我吃的觉得不值，基本上花着10倍的钱吃外卖。这个是有可能的，反正还好吧。但我觉得我在湾区，就是旧金山那边吃的中餐，没觉得有那么贵但是确实肯定比国内贵一些。
西餐最后撒盐是现在特别流行，主要也是健康着想，还有要撒盐花啊，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撒盐鸽，这种可以吃的咸味儿，但是其实盐不多。大国除了加盐巴，还要加酱油，也是盐吧？是酱油也是盐。根本问题不想解决啊，革别人很开心啊，革自己就别想了啊，这个咱们就不想革不革自己的事儿了。日本不消费是低物欲啊，中国不消费是怕变穷，不一样。哎，其实没什么不一样的，很多低物欲呢都是穷出来的啊。你真让他有钱，让他去花，然后你不断的去做消费主义的这种渲染，去炫富，不断的去告诉他说谁谁谁啊过得怎么开心了，他也会去消费的。对吧？一定是说，哎，这个你每天让我去看这个炫富啊，我又花不了，然后我就不看了，对吧？那发现这样的流量起不来了，他们就开始宣传这个什么断舍离了。我最后撒盐是用法国布列塔尼那边的海盐花感觉咸味儿好吃，好吧？其实我觉得盐这种东西呢，还是什么芝麻盐啊、花椒盐啊、大蒜盐啊，这些玩意儿好吃啊。这个，但是海盐，我其实一直心存疑惑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吃的盐，是在海盐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纯的，里头有大量的这个杂质和这种矿物质是给去掉的，而这种就是直接从海盐晒出来的这种盐，其实是工业盐。这个东西吃了以后，人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其实一直不太明白这种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海盐直接拿出来去吃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或者说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个杂质的问题？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没有特别想明白。打了几年消费主义，突然就放宽个人消费信贷额度，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消费主义是个好东西啊，你没有交易，整个这个社会就不转。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没市场了，你经济个啥呀？每家的华人中餐现在好厨师不多，不像以前当厨师是职业，现在是混日子。哎，我一直听说每家的很多中餐厅是用墨西哥厨师的，啊，说这些人膀大腰圆啊，而且还没有什么是非啊，不愿意嚼舌根子。这个，反正我是在谷歌的食堂里头看到过墨西哥厨师做的中餐，然后以后就再也不进去了，对吧？这个后来我们再去这个中餐厅吃饭，都得要跟厨师聊两句，发现不是墨西哥人才可以进去吃。大众点评倒了啊，敲完等于等一个这个山姆点评。如果山姆这种设门槛筛选客人的商业模式能跑通，那还是很有希望能出现一个大众点评这样的精神续作。不会的，出不来的，这个太难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还是卷到死的一个状态啊。有一个新的会员出来，最近好多人拼多多提现成功，有啥内幕啊？这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这事儿。我是北京电视台工作的，给你爆个料，我们食堂都使用添加剂，尤其是增香剂。这个那就别去吃不就完了吗？对吧？这个就没办法了。其实怎么说呢，带饭呗。你如果不介意吃这个剩菜或者白人饭的话，就去吃，就带饭嘛。我原来上班的时候跟我太太商量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带饭行不行？我太太说，第一个还得给你做啊，第二个你永远吃剩饭，对吧？因为带饭你不可能早上起来，谁早上起来给你做饭吃？所以都是头天晚上做，搁冰箱里搁一晚上，然后在这个第二天再去吃。特别是蔬菜这种东西，你肯定是亚硝酸盐，说你就随便吃去吧。后来公司里头就是请了个这个厨师啊，直接在公司里做，啊，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打消费主义之前，买房的那些比贷款消费恐怖多了。现在房子是死钱，伤害更大呀。这个我觉得消费主义本身还是不要随便去打。房子现在也卖不掉了吗？以前粤菜老师傅做的很好吃，但是后继无人，他们的孩子都当律师去了啊。这个老粤菜馆关一家少一家了啊。这个粤菜好吧，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川菜啊。这个粤菜也还好吧。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还有什么？老范啥时候直播？我要多关注，时间再忙也要来听听啊！我是礼拜三晚上8点开始每周读评，礼拜五晚上8点会做这个一周的这个直播，通常会讲1到2个新故事，然后礼拜天不定时吃药，其他的时候随机啊。这个我的直播是这样的。粤菜老师傅也各种盐油味精，饭菜好吃，油糖盐，盐糖油一样儿不能少，是这样的。而且粤菜老师傅有时候就是蚝油，啊，然后那个鸡精，就这些玩意儿都是一抓一大把往里扔。就是你是出去吃饭，就是回来会口渴。你像我昨天去吃那叫什么农小锅，喝了一晚上水啊，那渴死我了。就吃其实没吃多少东西，应该也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你吃火锅嘛，这个肯定吃的盐是非常多的。隔夜菜亚硝酸盐会增加，这是谣言。哎，不说蔬菜这个隔了一夜再去加热会增加亚硝酸盐吗？回头我去查一查啊。这个反正很多的我们不叫谣言吧，叫做偏见，就是这么慢慢存下来的。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下周三我们继续老范读评。啊，会员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看到新节目了啊！明天早上的节目是，百度高管的13岁女儿开盒孕妇的故事。啊，这个非会员明天早上8点半看。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